你为什么会痛苦？佛陀说，一切痛苦都是因爱而生。但他几乎得罪了全城百姓，他还做了一件更得罪人的事，拒绝女性出家。为什么他要给女性修行者设下8条不平等的规定？今天我们来还原最真实的佛陀。我的孩子呀，你在哪儿？我的孩子呀，你去哪了？当时佛陀住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。居士，你实在太悲伤了，神志都不清楚了。世尊，我怎能不悲伤呢？我唯一的儿子死了，现在我完全不想做事，饭也吃不下去，只能天天守着他的坟。他到底去了哪里？居士，这些撕心裂肺的忧悲苦恼都是由爱而生。你说什么？爱会生出痛苦？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世间人都追求爱，爱是世间最甜蜜的。哼，胡说八道！榕树荫下，几个赌徒聚在一起，正掷着骰子在赌博。哥几个，你们听我说，沙门乔达摩说痛苦都是由爱而生，我说他完全是胡扯。爱是世间最甜蜜的，你们评评看，谁说的有道理？可不是嘛，秃头沙门知道个屁，爱才是人生最快活的事。对嘛，这沙门真是瞎说。这事在城里很快就传开了，大家议论纷纷。焦萨罗国的波斯匿王也听说了，他对佛陀的言论很不满。波斯匿王的王妃是摩利夫人，她来自释迦国，之前就皈依了世尊。夫人，你听说了吗？乔达摩居然说痛苦都是由爱而生的。大王，如果佛陀这样说，那一定有道理。哼，是不是不管乔达摩说什么，你都点头？摩利王妃没有争辩。第二天早晨，王妃派使者来向世尊请教。乔达摩尊者，摩利王妃向您请教，您说痛苦由爱而生，此话当真？是的，痛苦都是因爱而生。无数人因为父母、子女、爱人去世而发疯痛哭，就是因为贪爱执着。有人妈妈死了，天天满街问人：“你见过我妈妈吗？”有人被人横刀夺爱，他怒而杀了爱人，又自尽以求来世再相会。每一份极致的痛苦背后都有一份极深的执着。所以我说，忧悲苦恼都是因爱而生。这些情况你见过没有？是的，我见过。他们执着什么呢？执着我所爱的，不可失，不可变。但一切无常，贪爱越重，痛苦就越深。尊者，我明白了，我将如实转达王妃。大王，你爱你的女儿吗？爱呀。你爱我吗？当然爱呀。你爱你的国家吗？当然爱呀。如果女儿或者我病了、死了，你会忧愁、痛苦吗？当然会。如果国家动荡不安、战争连连，你会忧愁、痛苦吗？会呀。这正是佛陀所说的，一切忧悲苦恼源于贪爱，执着越深，痛苦越重。那你是说，我爱妻子、爱儿女、爱国家，是错的吗？不是错，这是缘起。大王，你爱我们，我们若遭病痛、离世，你便痛苦不堪。如果你不执着我们是你所有的，痛苦就没有可依附的地方。可这不是人之常情吗？若我不为你们悲伤，我还是人吗？波斯匿王还是无法接受佛陀的观点。数日后，波斯匿王亲自前往祇园精舍面见佛陀。乔达摩尊者，我想请教一个问题。大王请说。你说痛苦由爱而生，那我们是否不该爱家人，不该爱国家？要是这样，那人不就成了草木？我没有叫人不爱，我只教人看清贪爱的本质。当你说这是我的妻子、我的孩子、我的国家，便种下执着之因。你不忍失去，不愿接受无常变化，便会恐惧、愤怒、仇恨，乃至绝望。所以你就离开了你的妻子、孩子、父王，这不就是逃避吗？你凭什么劝世人放下？我也曾痛苦，
执着，若不割断一切，我怎知那些都不是我，都是必然会无常的，必然要舍弃的。我没有鼓励天下人皆如我出家，但我愿为那些求道者、志求解脱者开一条路。大王，我不是逃避，而是直面生死。若不知痛苦本源，不管身在何处，皆在轮回之中。你虽为国王，但若执爱入心，便仍为爱欲所役。谁能放下，谁便不再害怕失去。乔达摩尊者，听闻你自称以正无上正等正觉，你可真敢说？大王，若有人如实说以正无上正等正觉者，那便是我，因为我的确以正得无上正等正觉。乔达摩，如今世间有许多被人尊重的沙门、婆罗门，也是大家的导师，名声远播，比如富兰那迦瑟、居舍里等人，但我没听说他们敢自称佛陀。况且你年纪轻轻，才出家不久，怎敢夸下海口？大王，年纪轻并不意味着无知。世上有4种年轻，千万不可小看。第一是年少的国王，不要以为他年轻就对他无礼，等他掌权那天，赏罚分明，雷厉风行。第二是小蛇，别因为他还小就靠近他，哪怕牙齿未长全，只要他愿意，就能送你归西。第三是火苗，他起初看着微弱，但只要添些干柴，瞬间能吞掉整片树林。第四是年轻的修行人，别因为他年纪轻，就觉得他不懂真理。他若持戒清净，洞察真理，就算没有儿女传承，也能断尽轮回的种子。波斯匿王心服口服，合掌说道：世尊，你真是最尊贵的人，真是最殊胜的导师。我愿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，从今日起，愿终生皈依您为居士。虽然有了波斯匿王的支持，佛陀在焦萨罗国的根基慢慢稳固，但在祇园精舍的僧团中，有个人却完全不想修行，他就是佛陀同父异母的弟弟南陀。在南陀婚礼当天，佛陀递给他一个钵，把他带回了僧团，直接把他剃度了。他是被迫修行的，一个被迫修行的人，真能放下对妻子、华服、地位的眷恋吗？他平时穿着一身雪白细布袈裟，金线暗袖，脚蹬金丝拖鞋，出门前还对着镜子画了眼线，戴上金银饰品，这才满意的托钵出园。世尊，南陀又穿着华丽的袈裟，像贵族一样进城乞食了。唤南陀来见我。南陀来到佛陀面前，南陀，你为什么穿成这样去乞食？世尊，我就是想体面点。这与世俗之人有何区别？南陀啊，你何时才能安住清净梵行，真心做个出家人，精进修行，正得自在呢？以后别再穿成这样了。是，世尊。只这样说，南陀就能改吗？我本应是国王，身边尽是美女，为什么要穿这身粗布？为什么要乞食？我要还俗。于是世尊又把南陀叫过去了。南陀，你要还俗吗？是的，世尊，我实在想念妻子。佛陀二话没说，抓住南陀的手腕，两人瞬间消失在祇陀精舍中。他们来到了刀立天，就是传说中玉皇大帝所在的地方。哇哦！南陀，你觉得这些天女与你的前妻相比如何？我的前妻与天女相比，简直不值一提。南陀，如果你坚守清净梵行，下一世将得到这些天女。世尊，若能得这些天女，我必坚守梵行。受到鼓舞的南陀重新投入修行，比丘们知道了事情的原委，都嘲笑他。瞧瞧，南陀就是为美色而修行的小商人。南陀羞愧交加，更加用功，不再放逸。过了好几天，他突破欲望的枷锁，断除一切烦恼，证得阿罗汉果。次日清晨，南陀再次拜见佛陀。世尊，我请求和您解除关于天女的约定。南陀，你已经解脱，不再受轮回的束缚了，超越泥沼般的世俗烦恼，打破欲望的荆棘，达到愚痴的灭除，
不再被痛苦和快乐所困扰。如此修行的人，才是真正解脱的比丘。这段内容出自《自说经》，是较早期的巴利经典，整体内容还算朴实，除了带南陀上忉利天看嫦娥姐姐这段，没有其他太多神迹与渲染。但若拿这个版本去和大众部的增益阿含第147经对比，就能看出经典的演化过程。增益的情节更加丰富，也更具戏剧性。佛陀先带南陀在山上见到一只瞎眼猕猴，随后在升忉利天见到婀娜多姿的嫦娥姐姐们，其中一位还温柔地对南陀说：“夫君，你要努力修行呀，我们等你来相会哦。”南陀果然精进了一阵，佛陀又带他去了地狱，在那儿狱卒们冷笑着说：“这个南陀啊，等他上天享完福，就该轮到他来我们这里下油锅了。”可见经典最初只是描述佛陀的教化手段，后来逐渐加入了更多情节、更强烈的情感对比，甚至是神异场面，宗教感也一点点被强化出来了。即使是阿含，也是经过一代又一代口传、书写、编辑，一次次被丰富、被加工、被神化，几百年后再创造的经典，那就更夸张了，动不动就化身千百亿，地动山摇。在第5个宇安居那年，净饭王去世了，但在巴利经藏和阿含里，这段经历并没有什么记录。净饭王证得什么阿罗汉、阿那含等等，以及当时都具体发生什么事情，基本都是之后的信徒们编的。佛陀应该回去奔丧了，当时他就住在迦毗罗卫郊外的榕树园。大爱道，也就是佛陀的姨母、养母，现在没有了净饭王的依靠，他前来拜见世尊。世尊，希望女性也能像男性一样，在您的座下出家修行。大爱道：“不行，女性不能像男性一样，在我的座下出家修行。”大爱道3次恳求，佛陀3次断然拒绝。大爱道伤心离去，佛陀知道此地不宜久留，随即离开迦毗罗卫，前往毗舍离。大爱道并不死心，他带领一些释迦族的女性自行剪发，披上袈裟，光着脚，徒步前往毗舍离的重阁讲堂。他们平时住在宫里，哪受得了这些苦？一个个腿部浮肿，风尘仆仆的。他们只想证明比丘能做的事情，他们也能做。他们站在精舍门外，悲泣哀求，遇到了阿难尊者。大爱道姨妈，您怎么站在这里？怎么穿成这样啊？阿难尊者，我们请求世尊允许女性出家修行，但世尊拒绝了我们。我们现在剃光了头，舍弃了所有衣服首饰，一无所有，请世尊接受我们出家修行。您先别伤心，且在此等候，我这就去祈请世尊。但即使阿难再三请求，佛陀仍然坚决不同意接受女性出家者。世尊，若女人出家，是否也能证得阿罗汉果？能的，阿难。大爱道姨妈是您的养母，有养育之恩，若她在修行上还能有所成就，不是很好吗？长久的沉默，佛陀在思考要如何回应。如果大爱道能接受8净法，我就接受他们出家受戒。世尊，哪8净法呢？1. 即使比丘尼受戒100年，也应礼拜恭敬新受戒比丘。比丘尼永远居于比丘之下，不论出家时间长短。2. 不可在没有比丘的地方结下安居。与安居结束后，比丘尼要前往比丘僧团寻求指导和学习。比丘尼的修行必须依止比丘，不能完全独立。3. 比丘尼每半月必须请比丘说戒，接受教戒，不能独立主持说戒。4. 比丘尼每半月要先在尼众内部诵戒布萨，之后再向比丘诵戒布萨。5. 比丘尼若犯重罪，应向比丘和比丘尼双方忏悔，由僧团共同处理。6. 比丘尼求受具足戒，必须由比丘和比丘尼僧团共同传授。7. 比丘尼不得辱骂、训斥、指责比丘，但比丘可以训斥、指责比丘尼。8. 比丘尼不得教授比丘，但比丘可以教授比丘尼，也就是比丘尼不能成为比丘的老师。世尊，
这对女性太不公平了吧？阿南，我们早就商议过这件事了，这是集体商议的结果。现在人们对女性修行普遍有怀疑，这是当前的现状，过于激进会引起大家的非议。我们依赖乞食为生，不能让僧团承受太大的压力，而且没有比丘的保护，女性独自行动也会有危险，所以他们想出家必须接受八敬法。明白了，世尊。阿难将这8条一一告知大爱道，不知道他会如何反应。结果他坚定地说：阿难尊者，我当以这8敬法为戒，进行受不犯。从这时起，大爱道就受了具足戒，成为历史上的第1位比丘尼。哎呀，全市还有30秒就到达现场，准备撤退。这是一段争议性很大的内容。有人说，我认为这不可能是佛说的，佛怎么能说出这样歧视女性的话呢？这极大概率的确是佛说的，因为各宗派不同版本、不同案例都在交叉验证，这是很早期就存在的内容。他为什么要制定这样的规定呢？这不理性，也不符合他一贯众生平等的理念呀。还是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在婆罗门教为主流的古印度文化里，对女性的歧视是常见的现象，都刻到骨子里了。即使过了2500年，现在的印度对女性的歧视还是很严重，比中国严重多了。僧团依赖托钵乞食为生，你再谈理想，不能逆着社会习俗顶风作案吧？如果被人们抵制，缺少点赞、转发、关注，那生活很艰难的。佛陀很开明，但也很务实，他必须考虑到僧团整体的利益。当时的另外一位教主，耆那教的大雄，那比佛陀更平等、更激进。他很早就亲自接纳女性出家，第1位女性出家者是他的妻子雅莎达，而且他们的女性出家者不像比丘尼，没有8敬法，不需要依止男性出家者，也能独立布萨。所以耆那教的尼众数量长期是男性的3倍，尤其是白衣派。在现在你可能觉得没什么，但在古印度，大雄的种姓和性别平等思想领先了2000多年，在那个时代是非常先进的，也是很激进的理念。我想这和耆那教的生存方式有关，他们依靠自己的信徒供养，不需要托钵乞食，而且耆那教也不惧怕饿死，不怕苦行，饿死在他们来说是荣誉。2500年前的印度是婆罗门传统主导的社会，种姓制度、性别歧视深入骨髓。在这种环境下，佛陀既要守住理想，又要让僧团活下去，他只能在平等的理念与现实的压力之间走钢丝。他告诉我们，痛苦源于爱，不是要我们去恨爱，而是看清爱背后的执着与占有。他给女性设8敬法，不是因为不尊重，而是为了让女性出家，在当时的社会能生存下去。这些决定在今天看或许保守，但他们背后是佛陀在历史的夹缝中为众生争取到的一条生路。如果你处在佛陀的位置，是会坚持理念不妥协，还是会退一步换取现实的可能？我们下期继续探讨佛陀不为人知的抉择。